今天开始安装这个 GX460 Front Runner 的 Roof Rack。它这个来的2个箱子里边呢，这个小的这个箱子里边就是 Roof Rails， 把这个是固定在这个 GX460 的车顶上的。然后另一个箱子里边呢是它真正的那个横向的那个 rack， 所以这个要先组装起来，固定到这个车顶上，这是第一步。它这个看它来了是2节的，那个像 Printo 呢，它是来了就是到货就是1节的。它这个 Front Runner 2节的原因是它有2个型号，一个是 Full Roof Rack， 一个是 Half Roof Rack。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因为出于成本或者是设计的考虑，就是如果你买整个车顶的这个车架的话，他就把另一节给你接起来。所以来了第一件事先要把这个接起来。但它设计的还比较好，就是它第一个呢，它是看这个形状是已经弄好了，这样你只需要把它对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放上，然后用螺丝给它固定起来就行了。它那个给的这个螺丝呢是 M4 的，带着这个尼龙的这种锁定的这种螺母，这样的话它可以防滑，防止它脱落。但是我一般还是会就是另外再用这个 Loctite 再给它加固一下，因为这个你一般是不会把它取下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这个螺母脱落。OK， 现在咱们就把它上起来，因为下面需要调节啊，现在把它翻过来，这样可以就是这个咬合的这个地方，争取能让它正好对齐。上的很不错，没什么问题。OK， 这样这个架子就上好了。那么下一个就是把这2个装到车顶上了。那车顶上得先把它原厂的这个roof rail 要拆掉。这个安装这个车顶行李架的第2步呢，就是要把这个原厂的这个上边的这个 roof rail， 就是这个轨道要卸掉。它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卸的。看这个，它这儿呢，你看用这个螺丝刀把这个轻轻一掰就开了，掉地下去了。这里边就是那个固定的螺钉，把这个拆掉就行了。这总共有1、2、3、4、5、6，整个有6个地方，把这个拆掉，这个 rail 就可以取下来了。这一边的螺钉6个都卸下来了。卸下来之后呢，就是把它往上慢慢的搬，它可能会有点重，这样就拿下来了，好吧？整个这样就把它拿下来了。往上搬哈，上边的那个 roof rail 去掉了，这个看这儿就露出来这2个螺丝孔，上面还很脏啊，这拿块湿布把这个都清扫干净。那边也卸掉了，这个清干净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 roof rack 它这个rail 给它上了。好，擦干净就是这样子了，就可以准备安装了。还需要说一下的是，它原来的这个螺钉呢，上边也是用了 Loctite 的。拆下来的这些螺钉上边那红的，就是它原来的原厂的这个螺钉上边涂的 Loctite， 就是防止这个螺钉松动的。所以咱们在上的时候最好也用。然后呢，把这个原厂带的配件里边这种
尼龙还是塑料的 ABS 塑料的这个隔挡，先打硅胶，然后装上，它正好 fit。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要把这个宽的这个边儿放到冲外的这个方向，才能刚好 fit。注意不要装反了。这我每一层都打了硅胶，这样就是说，可以完全防水。我在上面还会再打一层硅胶，然后呢，上的螺钉上会用这个 Loctite， 这样把它整个装好。固定它用的就是 M8这40毫米的这个螺钉，先放一个这个锁定的这个垫圈，就 lock washer， 然后再放一个平的垫圈，就 flat washer， 这样拧上去的时候呢，它才能不会退出来。当然，我准备在这头上再滴上几滴 Loctite， 然后在顶上再抹上硅胶，这样既防水又不会它脱落。好，这个轨道就上好了，这样看上去就是这样子了。当然顶上的那个架子还没装了 ，rack 还没装。要注意的是看这个它的这个商标是在后面的，而且是向外的，不能装反了方向。哎，它这个 fit 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配合度，看这儿就是刚好留出一点点缝隙，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刚刚超过那个它这个车顶。现在来安装这个行李架，这个我现在先把它都按需要放的位置摆好，这样的话安装起来就不会，就不容易出错，是吧？然后这个配件需要的配件放旁边，然后把它每一个需要装的都按照顺序先整理好，这样可以比较按部就班的，可以把它安装的比较好。首先第一步呢，它这个侧面的这个边框是两节的，要先把它连接起来。看这个侧面这一条，是两节的，就是这个地方，它带了两种这样的，就是连接的这种配件。先把这个连到一块儿，另一个边也是一样的，另一边注意需要的就是说是跟这个边呢正好是反过来的，那个边的接口在这个另一个方向，看长的像现在这样长的在右边，然后短的在左边的话，那对面的那个就是长的要在左边，短的在右面，这样它接起来的话是一个是它比较结实，一个是它这样就是就是这样设计的，它那个接口才正好合适。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就装这一边把它录下来，看是具体是怎么安装到一起的。安装这个比较简单，它只需要这个hex 这个扳手，然后呢，它这个东西设计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它这儿你看它来的零件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这个接口，螺栓是从这儿通过的，还有一根薄的，然后呢就有两个这样的螺母，它实际上就是宽的这个就是放到这中间啊，这个短的这个也是这样接上的。把这个螺母呢放到这个槽里边，注意这个是有方向的，就是如果螺钉是从那边上过来的话，那这个平面要向下，因为它这是尼龙防脱螺母，它是有方向性的，就是这个塞进去跟这个对齐。OK， 那这就这么简单，这对齐了，把这个螺母跟那个对齐，然后这儿对齐，反过来，然后找那螺钉，把它拧上就行了。
它的螺钉是这种长的这种啊。先不要拧太紧哦。想起来最好还是也放一滴这个Loctite， 因为这个是不会这个拆开它的了。这样的话就是除了尼龙防脱螺母起作用之外，这个 Loctite 也能把那个螺丝锁住，就双保险。一点点就行，不需要太多。再说一次，我用的是这个Loctite Thread Locker 蓝色的 Blue 242，因为这个是 removable， 这个看就是这个Loctite Thread Locker Blue 242是 removable， 因为这个到时候你要如果拆卸的话，还可以比较容易拆卸。它这个就说它的强度是不像那种永久锁止的这个强度那么高。哎，这个对齐拧紧。你把它拧紧，再拧1/4，就足够了，啊，足够结实。这个好像还不够紧，好像还可以拧。对，这差不多了。OK， 接好了，看上去就是这样子。这个呢，我现在整个这个架子放着是反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槽在上面，这个东西直接可以安装，比较容易。下一步就是把这个那些板都这一边先上。现在我都给它摆好了，看，就是隔一个螺孔拧一个，它这样正好是均匀分布的。当然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回调整它的位置了，因为它每个中间还有一个螺孔可以定位。如果比方说你想那个让开那个天窗的位置啊等等，可以这个滑动来定位。当然你装到车顶上之后还可以调整，所以我现在呢就先把它就是按这样摆的这个方式固定。固定也很简单，就直接把这个用这个螺钉拧上就行。它那个螺母已经都在那个槽里了。所有的螺丝，就是侧面的这个都已经上了，但是都没有拧紧，因为还有4个角需要上，而且呢需要调整一下，让它最好是正好是中规中矩，对吧？就是正好是长方形，这个对角线量一下，这个对角线的调整一样，然后再把它固定，这样就是比较方正了。我用对角线标定了一下，就是对角线正好是89又3/8，这样的话呢，2个对角线相等，它就是直角了。然后再拿个90度的拐尺校验一下，果然如此，没问题。就这样把它固定。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公司做的非常好。他就说每一个需要的配件呢，都是一个单独的包装，而且每个包装里边呢，都有这个签名，就是检查这个东西的人的这个签名。到目前为止，所有需要的螺钉、螺母都是全部一个不差，都是刚刚好合适的。所以你这个如果安装的过程中多了或者少了螺钉、螺母，你
立刻就知道你是不是有装错的地方。现在把这个整个这个架子翻了一个个儿，就是说，这样是正面朝上了。因为现在要安装这4个角，这4个角呢，它是有方向的。看它这个角上边有印的它这个字，它这个字你安装之后是冲上的，而且正好跟它里边那个槽对齐。它那两个槽的宽窄是不一样的，一边宽一边窄，你不会搞错。这样翻过来之后，安装这个螺钉比较容易。安装脚的这个需要的螺钉，还有这个6角扳手，它这个袋子里都装好了，所以就是这样往上放好，然后直接拧上就行。这个没有什么，直接拧死就行了。其他3个角都是一模一样的。4个角这样就装好了。下面装这个风挡，就是挡风的这2个翅。这个呢还得把这个架子再翻过去，就是要 upside down， 就是底面向上，在那边安装。上这个风挡之前，先把这个就是另一个包装里边的这个可能是 M8 这个螺钉，先要放上去，因为到时候它到车上固定的时候需要它这个螺钉先滑到这里边这备用。另一边也是一样。其他的就是过一会儿量量上面的孔的位置，然后再滑进去就行。但是这儿因为马上要固定到这儿，就滑不进去了，所以现在先要把它滑进去。装这个风挡稍微有点技巧，首先就是它给的这个配件里边这个螺钉、螺母还有垫圈，先把它拧到一起啊，但是不要上紧，就是在头上这样，因为它需要从这个槽里滑到合适的位置，要滑到这中间这合适的位置，是吧？这个注意这个垫圈到时候还要在这个啥的上面，这个要滑到这个板子的上面。OK，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可以卸开，从这儿这个再拧上，但是也是需要在合适的位置。不要拧紧，因为一会儿要调到正中间。这边也是一样，左边也是一样。OK， 它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呢，把它用尺子量到正中间，然后固定就行了。好了，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这现在就是说需要把它放到车顶上的那个轨道上，把这个固定住就行了。这现在呢有一个技巧，就是先把预先需要的螺钉量好，然后滑动到轨道里边，然后沿着这个长的这个方向给它翻过去，因为现在是底部冲上的，这样翻过去它那个螺钉它不会乱跑。然后2个人抬到车顶上去，这样再把这个螺钉插到那个车顶的轨道的孔里，然后再上螺丝钉，这样就是比较简单了。否则上去之后你想再把螺钉放上，还是从底上放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预先装螺钉的位置呢，如果从风挡这个这个板算起的话，这个算第一块板的话，这个螺丝看这样倒着，先放在上面，这第一个。那么2、3的4和5都需要，然后6、7、8是空的，最后9、10最后2个都需要。这就是说，你可以预先这样放好。另一边也是同样的，这个架子放到车顶上之后呢，它那个螺栓刚好就从它这个底下这个轨道的这个下面穿过去，看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哦，对，聚焦了，就是这儿。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穿过去之后呢，需要固定之前呢，要找到中间位置，是吧？我是用这个Shark Fin 这个天线作为这个基准来定位的，这样左右正好在中间。然后呢，先固定4个角，这样4个角呢刚好在这个车的中间的话，然后再把其他的螺钉固定紧就行了。